我们识货同药绝非偶然，凶手步步为营，就连客栈的布局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照你这么说，凶手明摆着就是跟胡掌柜一伙的了。既然胡烈烈已经死了，那么疑凶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不是我对客栈的种种全然不知，我真的不是凶手啊！别装了！除了你们，还有谁能摆这兽头阵？是不是就等着取我的命啊？我不是凶手，我真的没有杀过人。我看你和胡咧咧才是一沟里出的，嘴都是一个味儿的臭。南天贼，你胡说！别吵了，烦死了。包拯，你怎么看？学生认为事出诡诈，妄言则乱。当此之时，最紧要的便是转危为安，以策万全。站住！你个无情无义、欺主罔上的小二子！老娘处死你这混账奴才！做你的疯魔吃点别闹了！你想当主子想疯了吧？沈公子，你醒了？嘿，难怪叫你小王八精，缩头还缩上瘾了。老二，本将军正要找你呢，如此更好，待一赠一，快从实招来。我招什么呀？我招鬼啊！我就知道，迷迭香准是你搞的鬼，板上钉钉的还嘴硬。迷迭香，小人的皮猕猴的脸，这是说变就变。迷迭香，这美人儿甚是妩媚，这是哪家的妹妹？她是媚丹峰，多年前就不幸亡故了。您不记得了吗？媚丹峰。老二，你若是真三清四白，为何沈寒会说你要害他呢？刚才你猫了半天，鼓捣什么去了？将军，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？他还说我是他们家奴才呢，他胡说八道。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你这话恰好与这香前赴后继啊！不知是无巧不成书，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何兄弟，时间紧迫，还望你能实话实说。既然包公子都发话了，我就不憋着了。我是想要一鸣惊人，可我当真与那迷迭香一事无关。我只想惊惊沈公子而已。他已经被你惊得半死不活了。你是不见诈尸不罢休啊！他上天入地的追着我乱跑，我要再不出手，我就等着他给我收尸了。哎，况且我也是一片好心，我听说这杨柳枝啊有去除重病之功效，所以我才要了一捆子拍打他。哎，结果他还真被我给拍醒了。醒是醒了，病仍病着。用杨柳枝消重病是杨柳观音的典故，你当自己是神仙呢？观音，这法子谁告诉你的？孟老板。孟大亨呢？坏了，孟老板跑了。他莫不是凶手，趁乱逃走啊！孟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你们夫妇俩一会子夫唱妇随，一会子妇唱夫随，把本将军耍得团团转，难怪你们一心想逃走，原来早就有备而来。
还请将军明鉴，孟达亨已弃我而去，民妇怎会知情不举？只可恨那个没良心的，也将民妇摆了一道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啊！本将军不管你们是什么鸟，即刻起，你给我待在客栈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，不得离开。哎呀，孟达亨他八成是往血魂林去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追吧，快走！哎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那个小白脸就够让我不省心的了。现在你还想把命搭在这个小黑脸上啊？说什么？阿策，你腿上未好，留守客栈。张昭，你跟我去。哎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您乱扯什么呢？您就在客栈好好待着，我去就回啊！哎，这个没良心！哎，一贯禽兽的驴粪蛋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撤！上官将军。哎，还好有驴可乘，总比脚力要快上不少。嘿嘿。一步三喘的孟达亨都快马溜撒了，包大哥比驴还黔驴技穷呢。张昭，快扶我上驴！驴脾气一上来，真是和你一模一样。嗨，像他那样就好办了。好什么办？办什么？哎！包大哥，等等我！班长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别跑！包公子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就知道你个小二子得狗急跳墙，想跟老娘耍偏门，没门！耍偏门的早就出门了，你爱没门就没门。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遁入空门啊！你要怪就怪那个孟达亨去。孟达亨？哎呦喂，就是那个勾三搭四的花心大萝卜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竟与他沆瀣一气来害我！我没有。你别废话了，随我马上追那个花心大萝卜去。马上？马都没有，哪来的马上？你让我以梦为马，与其痴人说梦，你还不如一醉不醒啊！哼，这下可好，少了一个酒腻子，又多了一个疯傻子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哼，好啊，现在我就让你屁股开花！哎，屁股开花！你当我口诀机呢？我开得成吗我？明知林有鬼，偏向鬼林行。孟达亨和胡咧咧不愧是一伙的。水路一追，林路难随。他既铁了心要跑，定是想一跑百了。纵然孟达亨给何二支了个歪招，也不见得与胡掌柜过招的就是杨柳观音吧？我看那孟达亨连杀鸡都难，实在想象不出他摇身一变，竟变成了连环杀手。对啊，杜贤被杀时，我就在房外，听见声音便立刻冲进屋内，并未看见孟达亨啊。孟达亨有孟夫人做伪证，他完全可以事先躲进杜贤房中，待杀完杜贤后潜藏起来，等到现场一乱，再伺机混进人群，装作最后一个进来。这胡掌柜又与孟达亨是一丘之貉，必会坚称所有人都经过了客栈走廊。然而他妄想与虎谋皮，终是惨死在了孟达亨的毒爪之下。不对啊，这驴怎么走得这么慢啊？快点！慢点！上官将军，孟达亨呢？
本将军的马被人做了手脚，跑到一半，突然脚力不济。待我追到此地时，只见马却不见人。孟达亨定已逃入林中。第4支毒香正愈燃愈烈，倘若这是孟达亨的引军入垢之计，那么林内必定杀机四伏。不如这样，为防不测，其他人在林外守候，我与上官将军一同入林。那怎么行？你个手无缚鸡之力、脚无骑驴之技的书生，怎么能敌得过那个200斤的大身板子？万一你冷不丁沾上那么一点点风魂白骨砂，那你这举世无双的状元帽可就破了相了。况且那支迷迭香是因我而燃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与你一同入林。包公子，哎呀，你撒开！你都拽我一路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始乱终弃了呢。你不缠别人，干嘛偏偏缠上我呀？你居然敢这么凶人家！你放肆！我胆子小着呢，就算你放5、放6、放10，都和我没关系。哎呦，包公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说抛弃人家就抛弃人家，我都被他拽成残花败柳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等脑子正常了再说话？哎，人呢？那个挨千刀的大萝卜呢？又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开始了。你是问孟达亨吧？他已经一跑百了了。一跑百了了？哼，欺负俺老娘就想跑，做梦！小二子，即刻抓人！我才不去呢！胡咧咧都说了，凡入此林者，必无人生还。你看看这整个林子的妖风邪气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凶手一向举棋若定，又怎会在正中下怀时棋出一招？什么意思？学生猜测，凶手故技重施，再行罗织构陷之术。孟达亨并不是幕后真凶，而正是第4支迷迭香的行凶目标。哎，江玉虎和清明在何处？清明留在了客栈，江公子本来正行在最末，追着追着，他突然就不见了。哦，该不会江公子就是幕后真凶？他8成是走了别境奇道，蓄意捷足先登。这样，你等随我速速入林。是。你别扒拉我！你等等我。孟达亨徒步入林，应该跑不了多远，总不至于烟消云散吧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若不能烟消云散，就怕是另一个下场了。阿软姐姐，你身上还有驱鬼符吗？我突然发觉这里鬼气森森的。知道你五感敏锐，却不知你还能感知鬼气啊！我也纳闷呢，自从跟了包大哥，我竟能感通阴阳2界了。小青瓜说的是，我也真有此感。什么感觉？就在你说话间，我好像刚刚和一阵孤魂野鬼擦肩而过。包大哥有鬼啊！小心！我的刀啊！你当我是护花使者？我还想被护着呢。鬼啊！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个鬼影从那边一晃而过。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世间本无鬼，疑心自生之。你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啊！鬼啊！管他是人是鬼，本将军今儿个注定了。哎，上官将军！哎呀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来这地儿当小二啊！末了，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呀！哎，有我陪着你同生共死，你死也值了。展昭，你去随上官将军一同追踪密影。阿软，你继续沿这条路寻找，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我从另一侧入林寻找孟达亨。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我与你同去，趁便我也将灯笼给拾回来。等你过去，那灯笼早烧没了。这当然都没见火光，它定是完好无损的。明知道这林中有鬼，你还往里头窜，你是不把自己吓死不怕羞啊？指不定走完这一遭，我就不怕了呢。
说不定一高兴，我还要跟鬼拜把子呢。咱们走吧，来。头一回见拐人比拐弯还快的，没过一会儿功夫，公孙大哥就被他给甩了。想什么呢？快走吧。走。忒怪了，灯笼理当落在附近，可一路走来都乌漆抹黑的。你说这林子里不会有鬼吹灯吧？别怕，我们再去前面找找。有你在，我相信所有的怪事终得解释。但就在此刻，我发现了一件因你而生的志怪之事。什么怪事啊？虽然我有见血封喉、一招致命的功夫，却不敌你在我身边陪伴我的勇气。灯笼，原是在这儿，总算找到了。我来。好像是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包拯。孟达亨，他是中了邪还是着了魔呀？还是被恶鬼缠了身？完了，他已身中封魂白骨沙，我们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快跑！能量，能量！上官将军，你等稍好。幸亏有上官将军搭救，我二人无碍。你与帝教救我在先，如今算是两不相欠。本将军若是连孟达亨都擒不住，岂不真成了上官鳖了？包大哥，展昭，你有事无事？无事。我方才在林外忽闻啸震山林，数声不息，林中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与南姑娘在林中寻找灯笼时，恰巧碰见孟达亨，彼时他已身中封魂白骨沙，故而心智失常，大开杀戒，所幸有上官将军出手相救。包公子，小儿子，包公子，小儿子，你别撇下我，等等。包公子，我死了。你活得还好好的呢，死的是孟达亨。他真的是孟达亨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血哭了，人家害怕，快带我走吧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哭的我都不想活了。包大哥，你看，丹枫白露。又是媚丹枫的伎俩。
四面八方都不见江公子，会不会这些个人命案真的是梅丹风干的？下一个中封魂白骨杀的是不是就轮到我了？也说不定是包公子。无论事态多糟心了，听了你的话，总能让人更扎心。哎呀，忠言逆耳，等到人生末了，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行了，多留无益，即刻将孟达亨的尸体抬回客栈。究竟谁是幕后凶手？本将军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哎，拿着。孟大官人已不幸遇害，夫人节哀。江玉虎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将军，其实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我原本随你们一同奔往血魂林，可走到岔路口的时候，忽然远远望见另一片林中闪过一道光影。我因好奇，便深入林间。后来偶遇失足，不知跌落何处。只记得，好似半梦半醒之中，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鬼物突然向我扑来。之后，我便不省人事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只觉得波幅之痛彻心彻骨，于是便尽全力逃回客栈。你可曾看清那鬼物的原形？将军，血魂林内昏天黑地，迷离猖狂。学生现在回想，更是如梦一场。你可知，就在你梦梦喳喳之时，孟达亨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孟达亨，他不正是凶手吗？除非他神智分裂，将自己也视为谋杀目标。既然凶手仍在客栈之中，那本将军最后奉劝一次，要及早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莫要将心补漏，自取其咎。是我干的！你说什么？不是将军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正犯着病呢。我担心那个挨千刀的再对我下手，因此我一气之下便把他给灭了。这么说，是你对他使了封魂白骨杀？我不会封魂白骨杀啊，但在血魂林时，我曾在心里暗求与他此生不复相见，结果竟然得偿所愿了。倘若人家不动这个念头，或许他还正在人世间哦。好，即刻起，你把他给我铐好了。此人若是再出风果乱，我拿你试问。哼，大人，将军，我小二子。我小二哥，二哥，包大哥，娘，哎呀，娘，可担心死我了，受伤了没有啊？瞧把您吓的，我好着呢。走。怪哉，也不知那青面獠牙的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我看江玉湖伤得不轻，他能血口逃生，安然归返，已是万幸。阿策，江玉湖伤势如何？不好说。你是遇上自己瞧不懂的难症了吧？他压根就没让我瞧，我给江玉湖留了些药，估计他正自行诊治呢。江玉湖固然怪异，
但上官将军也很有嫌疑。他不仅是最先抵达血魂林的人，而且恰在最后一刻将孟达亨剑毙。我入林后便寻他未果，因此只有他可以趁无人之时向孟达亨施以分魂白骨杀。他一直不许人离开客栈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把所有人困在这里，方便下手？血魂林秘境隐蔽，错综复杂，可孟达亨却能在仓促间选准道路，入林潜逃。此乃至第一巧。孟达亨空手而去，待身中剧毒之后，却突然手持藏有丹峰的骷髅头骨。此乃至第二巧。的确巧得很。但如果巧合并非只是巧合，那便只剩下一种解释：凶手对孟达亨之举已然未卜先知，于是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设下机关。如此一来，凶手无需在场，孟达亨亦会中封魂白骨杀。这么说，人人都有疑点，凶手着实狡诈。4支迷迭香，一香更比一香毒。明知会死人，却还是阻止不了凶手的杀人计划。是我能力不够，还是我太笨了？人在局中最难看清。小白这句话说的不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就连情绪也被幕后之人左右。凶手能费尽心机把我们引过来，是否也以同样的手段引了他人？人家早有谋划，以有心算无心，以有备算无备，你却要求自己当即破局。短短时间接连死人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。凶手又故意写信挑衅，不就是为了乱我们心神吗？公孙大哥，你好镇定。他啊，镇定？是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性子，岂能容人随便挑衅？你看他四平八稳，估计心里早就气疯了。说你的事儿，别往我身上扯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被对手压制住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机会反攻，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实在不行，砍就完事儿了。以你那粗暴的想法，你现在就应该把所有可疑的人抓过来严刑拷问。你要是能有别的建议，我公孙倒过来写，你不如拿一枚铜钱抛抛正反面，可能还有点猜头。你干脆别叫白软软了，不合适，改名叫白侃侃吧。你怎么了？公孙策很过分了。之前我以为他那屋闹鬼，不睡觉蹲了半宿，他还奚落我。回头我说他。二文姐姐，他那屋不闹鬼，你今晚安心睡吧，这有我呢。我还是觉得不安心。从血魂林回来后，我突然生出一股极为强劲的感应，客栈中杀气愈发四溢，我猜这里还会有命案发生。你的灵觉是不是志在血魂林了？你之前不是还想杀公孙大哥吗？不是的，我这种鬼迷心窍的感应很灵的。不会和这屋子有关系吧？难说。
到鬼了！这会不会就是二人姐姐说的杀气？奇怪，声音就正在房中，却辨不出是从何处传来。是。声音像是从此中传来。包大哥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？比花香还要涩，好像是枫叶的味道。展昭，棒给我。包大哥，你没受伤吧？幸有你爸护身，我没事。这柜中怎会有飞物呢？这房间闹的是鬼还是鸟啊？凑热闹的是鸟，闹别扭的则是鬼。说来说去还是鬼呗。别动，门外有鬼。走，开门去。我不，万一是恶鬼缠身的凶手呢？这样，展昭，我去开门，一会儿你就躲在我身后。我一旦大叫，你就拿你的棒捅他。好。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对不住，公孙大哥，我刚才以为您是凶手。你们无事就好。这怎像是被鬼打劫似的？鬼在何处？哎，刚才那阵骚乱声可是由此传出？刚才是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是不是跟鬼打起来了？您等着，我这就给您扫地出门。不用了，多谢各位关怀。方才只是在下梦游生乱，不慎惊扰各位，对不住。既是如此，对不住，各位先请回吧。睡个觉也不消停，一天到晚可真闹。对不住。哎，总算放心了。我可不是扫鬼的料。多谢。哼，都打扰到老娘休息了。对不住。咋回事啊？哎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要往哪儿去啊？这话我还想问您呢。来，还说呢，都怪那包书生一场梦游，把整个客栈搅得风声鹤唳的，结果成了一出聚众夜游。原是你们庸人自扰，怎么能怪包公子啊？这心眼偏的呀，都快找不着男了。当初就应该给你起名叫朝天竹。哪有养伯走江湖的？那得摔多少跟头呀！你脸色不太好，生病了？啊？没有啊，大概是累的吧。哎呦，那就赶紧歇歇去。女人呐，这心思还得花在自己身上。包书生有那3个臭皮匠围着，用得着你操心？他屋子若是真有鬼，神兵天将才顶用呢。您说，如果那个凶手和赏金榜之事有关，会不会向我们下毒手啊？哎呦，快睡去吧，睡觉去。唉，闹鬼的事儿还没解明白呢。那废物来势汹汹，绝不会凭空杀出，必定有人恶意设伏。这是什么？是香丸。柜中散发出的香气，应是源于此物。此香罕有，会不会是在哪儿闻到过？在哪儿？不定是哪个姑娘家衣带飘香，迷了公孙大哥的心，这他怎会记得清？你到底是喜欢过多少姑娘呀？童颜孽线，可真是白的不明不白。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总是就见不得我白？哎，这香味一淡，像有似曾相识之感。或许你遇此香，正是在这客栈中。孟老板就是气派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
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偷来的吧？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呢？美人儿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默默的一片真心呐。孟达亨，孟达亨，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这么急着色受魂语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。没有。先前我听阿软说孟达亨不辨高泽之相，如今看来，孟夫人的胭脂才是其中之奇。的确，孟夫人夺回胭脂时，愤怒之余还有些许紧张，极像是护宝心切。不就是一盒胭脂吗？能宝贝到哪里去？风有枝而香，平素稀见，而今忽如一夜暗香来，此丸恰似应时而生。如你们所说，香丸极可能是孟夫人之物，可它为何会被置于柜中呢？媚香抱秋意，此中有丹风。你是怀疑这股异香异气源于媚丹风？是山门。怪不得咱们房间经常闹鬼，原来一直套在杜贤房中。即便如此，可操纵鬼屋的人又是谁呢？你们看，帕子下面，该不会就是风控白骨沙吧？这场捉迷藏的游戏，鬼还没玩够呢，哪会轻易将毒沙奉上？这是匿名信。哎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您在屋里待着，您怎么又出来了？我是你主子，又不是你娘子，凭什么让你进屋藏娇？那破屋要是金屋，我都乐意为你而骄。我，哎呦，咱先说好，您下来就下来，待会儿可别撩着别人。我爱撩谁就撩谁，就是不和你好。哎，活该让上官将军收拾你。我还不管你了呢。哎，包公仔，啊，快来吃饭吧。那迷迭香说来就来，也不知凶手下一个目标是谁。先去吃饭吧。嗯。安然姐姐，你来的真早，快来，饭可香了呢。沈公子，早早。一夜之间已经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孟夫人要的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哎，一点儿都不娘们儿。沈公子觉得身体可有毛病？
老娘好着呢，你才有什么毛病呢？包公子，多谢。来，多谢。包公子，您别理他啊。哎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梦见您是文曲星下凡，这辈子您注定是做状元的料。何兄弟谬赞。哎呀，一晚上不见，包公子怎么还生分了呢？昨儿个都说好了，您要叫我二的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你个小二子糊弄鬼呢！包公子卓尔不凡，如野鹤之在鸡犬，我哪儿说错了？二文姐姐，我听出来了，她说咱们是鸡。她说你们是鸡。等这案子破了，我二就随包公子红尘作伴，浪迹天涯。啊，包大哥可是要进京赶考的，哪有功夫陪你浪？要浪你自个儿浪去吧。你不是从小立志当小二吗？怎么说变卦就变卦？无极客栈初相遇，一见公子无终身呐。于是我突然彻悟，其实我一点都不适合当小二，我就应该做包公子的智多星。你都把小二做得登峰造极了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真的吗？可不是嘛，你这样的小二几百年才出一个呢。原来我这么优秀啊！对了，怎么不见客栈里其他人下来吃饭呢？江公子和孟夫人说好了在房里用饭，上官将军和水夫人待会儿就到了。也不知江公子的伤势如何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先吃，我上楼查测看看江公子。好。包公子，哎，小二啊，再给我拿碗粥来。啊，好，稍等啊。包兄，公孙兄，打扰了。方才一直未见江兄下楼，我等细念你的伤势，故前来探望。有劳二位了。不知我等是否方便进屋说话？当然，进来吧。鄙人房间凌乱，二位公子见笑了。江兄刚刚好像在找些什么？我的玉笛不见了。玉笛？那只笛子虽是玉制，但音质不好，算不得上品，不过是朋友所赠，意义重于价值。江兄会不会遗漏在哪里了？在家四处都找遍了，早上的时候还在，后来我去楼下和清明姑娘聊过几句，回来就没了，一定是被别人偷了。江兄别急，我们一会儿帮你一起找一下。好，谢二位公子，请坐。哟，江兄手伤颇重，若不仔细处理，伤口定会恶化。不如让阿策为你用药包扎一下。哎，微科而已，怎好劳烦公孙兄呢？为医者本应治病负伤，何来劳烦之说？好，那就有劳公孙兄了。哎，江兄手上怎会有如此厚茧？在下家境贫寒，时常需要务农事。说来惭愧，自从江兄为血魂林中的獠牙鬼物所伤，在下便一直心有惴惴，唯恐那鬼物会突然奔袭无极客栈。哎呀，相比于有形鬼物，更使人惊心吊胆的，怕是无形鬼影啊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
此谓修身在正其心，江公子以为呢？是啊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江公子以为然否？公孙兄言之有理。在下已包扎妥当，江兄好生休息，我们也没别的事儿了。江兄玉笛丢失，不妨请何二和清明姑娘帮忙留意一下，我和阿策也帮你找找看。那就多谢二位公子。这江玉湖绝不是赶考举子。我先前只觉得他杂念太多，心思不正，便用修身正其心之言告诫，谁知道他竟完全没有听懂的样子。所以你才故意用错句来试探他。是啊，背过大学的人都知晓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，根本不是什么道善则得之。江玉湖一直沉默寡言，这次却满脸焦急，可见那玉笛对他而言一定十分重要。我知道玉笛在哪儿。这个客栈中除了水姨母女，还有谁逛房间跟逛自家后院似的？昨晚林中脱险，南姑娘和江玉湖属同病相怜，今早便趁火打劫。我看这不像是南姑娘的作风。你呀，科场聪明，情场糊涂，人家挖个火坑就往里跳，也不怕引火烧身。我是这。包大哥，南姐姐听你昨夜梦中惊坐起，一早就为你煮了安神极品，望眼欲穿的等你大半个时辰，这会儿正急着回炉加热呢。一片不毛之地，能煮出什么人间极品？小女子不才，论人间极品，可不敢与公孙公子争锋。此话怎讲？常人是血肉之身，公孙公子呢是醋口莲子心，一言既出，要么酸溜溜，要么苦滋滋。这极品本品呀，必非公子莫属。说得对，皮相上君子如玉，骨子里却年少轻狂。你就是欺负我魂书生见得少。二位侠女教训的是，但容小生多一句嘴，这盘珍馐若再端下去，可又要凉凉了。呀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。多谢南姑娘，辛苦你了。昨日历险，承蒙包公子不弃，区区此心如烹小鲜，不成敬意。包大哥，快尝尝，这肉被烹得活像碎石子儿。那是猪心，可治惊邪平心悸。虽说火候是过了一些，但它大补得很。猪心，猪心也是区区此心，是人是猪，他都没毛病哈。你闭嘴！先是猪蹄，再是猪心，你咋和猪杠上了呢？你若是不喜欢，便不要勉为其难。假使吃了猪油蒙了心，你就考不上状元了。喜欢，这是我吃过的最称心的猪心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喜欢就好，也不枉我被何二敲了一顿竹杠。
这只猪心刚好是前2天运过来的。听他说，这里的飞禽走兽都是深藏于林，客栈附近从来不见荤腥呢。展昭、阿软，跟我走。好。公子又来查我啦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江玉湖的玉笛不见了。他玉笛不见了，与我何干？等一下，客栈酒窖里若少了一滴酒，是不是也要怀疑我呀？窖中既非鲜液琼浆，缸里又无黄白之物，您自然是滴酒不沾。这思来想去啊，这片羽毛应该也是自己从门缝里飞进去的。哎呦，那金标里来标里去，满客栈都长了飞毛腿，别人标头标脑的。公孙公子还不清楚？听说你与那包拯是泸州府大名鼎鼎的才子，最擅长破案，怎么我觉得名不符实呢？做人留一线，我不欲与你撕破脸皮，但倘若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在下只好奉陪了。哼，这么有本事啊，你自己找啊！在下奉劝您一句，早早将玉笛归还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哎呦，这话还是省省吧。我水姨行走江湖多年，可不是你轻易唬住的小娘子。我直接私下来问，不过是想给你留几分体面。既然不领情，那便罢了。江玉湖曾说他在昏厥时为獠牙怪物所袭击，可经我包扎观察，他的双手虽有多处擦伤，却无一处孽伤，更别提他还在手检一事上撒了谎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说谎？如果他真是因为务农而手上长茧，那必定会经常接触泥土，掌纹、指缝中应会有清洗不掉的痕迹。风吹日晒下，皮肤亦黝黑干裂。但他却清秀白净，操中有细，哪里像是农家子？况且农人双手手掌常常均有厚茧，而江玉湖的左手几乎无茧，右手却手心茧薄，虎口茧厚。他手里常握的不仅不像是农具，且非寻常之物。是兵器。更有可能是刀，因为刀法中常常有劈砍的动作，虎口更容易生茧。身负武功，却以文弱示人，他这不是扮猪吃老虎吗？你们在看什么？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你也感觉到了？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
面担心，也有儿女情长。蓄着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。案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，杀无年郎。